这是有着浓浓中国风格的日本武侠片，全系列5部豆瓣评分平均8.1分，它是多少人的童年回忆，也曾令多少人泪目。拔刀术精彩绝伦，刀剑对决华丽真实。从今天开始，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时值幕府末年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面带10字伤疤的顶尖杀手，他冷血残忍，虽只有15岁，但飞天御剑流的绝技无人能挡，短短几年便已斩杀千人，被称为刽子手拔刀斋。终于，最后一战取得胜利，他也终于可以放下屠刀，却未料到死人堆中竟爬出一人捡走了那把刀。10年一晃而过，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快速现代化，而当年那个刽子手拔刀斋已成为了一个名叫剑心的浪客。可谁能想到，京都城中惨案迭起，杀人手法竟与当年的拔刀斋如出一辙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拔刀斋竟来到警局大肆屠。其不仅剑法了得，更是有一门心知一方的秘术。对手一旦内心恐惧，剑气便会趁虚而入，令其无法动弹，成为待宰羔羊。杀手长刀连斩，很快整个警局饮恨西北。这里有一处争议，为什么警察不用枪？因为在电影所处年代，日本的警察制度才刚刚确立，那时的警察还被称为裸组，主要兵器是警杖和武士刀，火枪是由专门的火枪队配备。直到1946年，日本警察才开始大规模配枪。这个冒充拔刀斋的杀手，正是当年捡走那把杀人剑的幸存者任卫。而此时的剑心已成了一名四处流浪的浪客，他手拿鱼丸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在一处布告栏前，剑心猛然驻足，因为他发现通缉令上的人正是自己，但画像却丝毫不像，这令他大为费解。这里有一处细节，那就是布告栏上的文字都是汉语所写，这是因为日本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，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字。在汉文化传入日本后，才开始用汉文记事。在昭和时期以前，也就是电影所处的明治时期，日本文书基本是由汉字书写，甚至到了昭和时期后，在日语的语汇中，汉语占比也达到了53%，这也正是电影考究之处。在剑心震惊之际，一女子不由分说挥起木剑便砍。剑心狼狈逃窜，像是不懂半点武功。原来剑心头戴斗笠且无视废刀令，女子将他误认成了拔刀斋，却没想到剑心的刀乃是逆刃刀，刃口在刀背，不能伤人却能伤己，这是他用来赎罪的刀。女子深感歉意，在地上一块白帕后道别离去，却不料竟在回去的路上恰巧撞见任卫，一眼认出其就是拔刀斋，于是将其拦下。但他远非任卫对手，在任卫举刀斩杀的一刹，有一人影迅捷如风将他救下，来者正是那名浪客。剑心将白帕还给女子，丝毫不在意身后的敌人。任卫对其使出心之一方，但却完全不起作用。当看到他脸上的10字伤疤时，任卫已然猜出其身份，他的刀终于不再寂寞。女子名叫神谷薰，乃是神谷道场的代授师傅。这天道场里来了一群无视废刀令的落魄武士，为首一人长相酷似巨石强森，大肆嘲笑神谷活人剑的理念，并教唆手下打伐道场。神谷薰大为愤怒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门派被毁。就在这时，一声痛呼从门外传来，众人一时惊诧，只见一名长发男子缓步走来，正是剑心。剣は狂気、剣術は殺人術。どんな綺麗事やお題目を口にしてもそれが真実。けれども拙者はそんな真実よりも、薫殿の言う甘っちょろいざれ言の方が好きでござる。熏颇有些害羞，众人听罢大感可笑。几名武士挥刀攻来，剑心并不拔刀，而是空手对打。只见其身手敏捷，步伐灵活，不出几个回合便将对方全部打倒。此处剑心的招式有些舞刀曲的影子。舞刀曲是一种源自柳生新音流的日本剑术，其精髓是以空手制住持剑之人，类似中国的空手进刃。众人大感震惊。剑心在脱鞋行礼后径直走入屋内，屋中武士数量众多，持刀再度发起围攻，剑心灵活闪避，并伺机反击。飞天御剑流本就是一门擅长1对多的剑术，这群武士犹如土鸡瓦狗，远非剑心对手，不出片刻便被尽数打翻在地。而直到此时，他才拔出逆刃刀，甚至连强森都大感恐惧。一名小头目举剑劈来，剑心迅速俯身向右侧闪避，同时以刀柄重击其腹部。对手登时吃痛前跌，剑心立刻转身挥刀斩击。对手本欲举刀格挡，但剑心速度太快，竟仅挡在了刀后。强森大叫着挥刀砍，却不料被剑心以逆刃刀挑飞。这位方才还嚣张异常的壮汉，此刻竟犹如小鸡般飞出屋外。这个龙套的演技着实出彩，学徒至今仍印象深刻。神谷道场的这段打戏有着浓浓的港片风格，无论是招式设计还是道具的应用，均丝滑流畅。这是以往日本剑戟片从未出现过的风格。因为此片的动作导演古原健治乃是真家班成员，也是香港动作特技工会中唯一的日籍成员。精武英雄、杀破狼等电影中均能看到其跑龙套的身影。很快警察赶到，剑心为了使神谷薰免受麻烦，主动揽下全部罪责，被抓入了警局大牢。